就是这件东西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有同样的一个资料可以提供大家参考。我们这儿给大家看到的这个造型纹饰如出一辙的这个高呢，这个给大家看的幻灯片这个高呢是19公分，19公分。那么我们现在手上给大家看的这件拍品呢，多少公分呢？11.1公分，11.1公分，尺寸很小，非常的小巧可爱。这上面画的是什么呢？用藕褐色，然后呢上面画的是一个八哥、牡丹花八哥、牡丹花和蜀葵。这边呢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菊花，和我们看的幻灯片的纹饰是一模一样。这种纹饰是当年慈禧太后允肯的清宫有一个官样什么那本书官样文饰是吧？官样文词官样御词有这么一本书，我们故宫有专门这一本书的。那么这种纹饰呢，都是经过老佛爷亲自允肯的然后把它做出来那么从这个纹饰来看呢，因为这种纹饰藕褐色这种颜色呢，在我们早期用的是不多的。尽管我们讲，在这个雍正6年我们的这个珐琅彩研制过程当中，也曾出现藕褐色珐琅彩，但是呢，整体来讲，藕褐色这种色彩，在我们见到若干的珐琅彩当中、粉彩当中，它只是起了一个点缀的作用，并不凸显。而这件东西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件东西在当初的清宫这个档案当中和出的这个出样当中粉本当中，它其实有2种，一种是这种藕褐色，还有一种是这种粉红色这个尺寸更大，多少公分呢？60.5公分。画的内容同样是用蜀葵、菊花，而且呢，上面飞翔的依然是什么？八哥看起来呢，因为这种藕褐色可能对女性来讲，对这种色彩可能更加敏感一些所以对这种花花鸟鸟是吧？慈禧太后她是特别喜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储秀宫也好包括这个体和殿也好甚至呢就是大婚词当中花鸟的这些东西呢都特别的多特别的多。那么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款，底下有款来给我们照一个款。看清楚了矾红4字2行楷书款，永庆长春这个我们这个大异空间异空间就是中海巨门曾经搞过一个清晚期帝后用词一个展览，并且呢还出了一本这方面的书，其中就包括了这种造型的东西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件这都是我们包括我们手上现在这一件都是参加这个展览陈列的虽然东西小，但是非常小巧精致可人
啊，像这种东西呢，既是可以摆，也可以把玩，啊，这个还是比较的可以玩赏的东西。那么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上面用藕褐做地，然后用墨彩，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把这个中国传统画的绘画这种技法呀，完完整整的把它从纸本上、卷本上挪到了瓷器上。这或许呢是慈禧太后的最爱。所以我们看到凡是这些地方，刚才我讲的储秀宫也好，体和殿也好，包括这个铜制啊、光绪的大婚瓷当中，这些东西就特别的多特别的多所以这件东西呢，也是我们这次这个拍品当中难得一见的一个作品也是参加过展览的一件作品。这个东西呢，它底下呢打过洞，口沿呢微微的有点磕，我看看微微有点磕，在这儿，这一点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可能比芝麻还小。你这个镜头可能都，就这么一点点磕了一点点釉，磕了一点点釉。其他的地方就是底下看来打了一个洞别的就没有任何问题没有毛病。它这个蒲手呢，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蒲手这个状态这种形象主要是在晚清时期出现的，不仅仅是我们御窑厂里边采用了这种狮子雕环的这种形态，那么民窑当中也是这样。这在乾隆以前，甚至嘉庆以前，这个狮子的这个头都不会做成这样的。如果再往前说的话，过去叫蒲手，这个蒲手已经完全变了形态了，变成狮子了所以这个地方的变化也是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必须要掌握的一看到这个狮子的这个两个耳朵，就知道这个时代不会是乾隆的，不会是雍正的更不可能是明代的，一定是清代晚期的作品这也是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那么最后一个要说的就是这个造瓶的造型这个瓶的造型。这个造型呢，我们刚才讲了，既然宫廷出样又是慈禧太后允肯，所以我们看它这个造瓶这个造型它这个形态的确是和我们之前所有的形态都有一些的不搭不是我们一看这是仿康熙那是雍正乾隆的。他这个一看，你看这个口，你说它是蒜头吧，又不像它蒜头的话口又开那么大，它不往里收。你说它是蒜头吧，它又是坎口，又像有点像那个水鱼那种往里边收这种口。所以这个造型整体来讲呢，也叫独树一帜。那么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大家都把这个造型稍微记一记，这有助于今后我们在看这种东西，一看就知道，不管它官窑民窑吧，先把年代把它断好了，对吧？至少你不会是道光、乾隆什么康熙、雍正，那绝对不会是那个时代的，只会同治以后那么这样一来的话，这个年代的问题首先解决了。至于说官窑民窑，我们再看实物这也是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需要知道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好，这个我们这一件又讲完了
那个最大的那个灯笼屏。现在这一件呢是1627啊，1628，高呢是45.5公分，口沿有冲线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冲啊，给我们一个镜头，这个地方有一个冲线。注意一下，有一个冲线。哎，对，镜头就在这儿，啊，底下有一个竹刻，哦，在这儿，啊，正好对着这儿。对，好。那么这件东西呢，非常有意思啊，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它呢尺寸也挺大的，45.5公分。那么这件东西是一个，应该是五彩、百花不漏地儿的开光西游记灯笼屏啊，年代民国啊，这件东西非常有意思啊，我们讲。万花不漏地，主要是讲啊，这个叫景荟堆啊，就是繁荣市井的花卉，把它撮合在一起啊。这种纹饰呢，一般来讲就是比较的繁荣市井的那种鲜艳啊。那个比较的灿烂，但这个呢非常有意思，它这个底啊是用素三彩为主，这在我们所有的见到过的这个瓷器啊，尤其是万花不漏地当中，这一件太独特了，啊，特别的独特。那么它以紫、以绿、以黄。还有一点点的蓝，啊，来这个装饰，偶尔的来一点点的矾红。我们过去老一辈儿讲啊，这个素三彩上一点红，价值连城，啊，因为一般来讲素三彩呢，大多数过去我们讲做祭器，但是也不尽其然，是吧？但是偶尔的，在这个树的上面呢，突然多了那么一点点红，这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出现的现象。所以我们老一辈啊，就把这个讲成什么呢？就是这个万花丛中一点红了，就变成这个是非常少见的，不容易的特别难得的一件东西。那么像这件东西呢，也好像就是如此，它这个里边只有一点点花是用矾红的，其他通通都是用铅做助溶液画的低温的素三彩你说它祭器，它带红；你说它不带祭器，但都完全都素彩为主。那么这个开光当中特别有意思这个开光当中呢，有3组这个主体纹饰，它是以《西游记》当中的几个故事来讲这件东西的我们这个看一下这个主体的纹饰第一个纹饰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大家面对镜头这个是唐太宗贞观元年贞观元年。这个是公元627年，年仅25岁的青年和尚玄奘，这个辞退不是，应该是告辞，与唐太宗告辞，大家与他送别，直升来到天竺国，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印度其实从历史角度来讲，古印度当这个我们讲玄奘到印度的时候，我们历史上讲的
四大文明古国的印度已经消失了，而且古印度的文化习俗也断了。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从长安出发，途经这个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历尽艰险，最后到达了印度，在那儿学习了2年多，贞观19年又回到了长安，并且带回来了657部西天取的经，历时19年，真的不简单啊！行程几万公里啊！这个，所以当年啊，这个玄奘作为这个西天去取经的这个人物啊，这个的确是轰动一时。那么由于他的弟子呢，曾经给他写了一个《大唐西域记》，那么通过这个玄奘口述以后给他写出来，再通过其他的人再一描述这个唐僧西天去取经的这个事儿就在民间广为流传。所以这个题材从距今1000多年，直到今天，我们说起自己的中国的4大文学巨著，其中就有吴承恩的《西游记》这个神话小说。那么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第一个开光里边，就是年轻的玄奘告辞然后这个出征告辞出征。那么这边一个有意思这边有一个是我们这个师徒，这个是当中的一个景了。唐僧师徒一行进驻观音禅寺，金池长老盛情接待这个悟空呢向长老炫耀袈裟，这个叫锦兰袈裟，这是当年观音菩萨给这个西天取经的这个玄奘的。所以呢，这个孙悟空在炫宝，这个金池和尚起了贪心，就想呢把他据为己有。他说：“我借给我看看。”我想大家看过《西游记》的那个电视剧，这里边就有这个片段的这个就是有一段就叫偷锦兰袈裟，有这么一个情节。这个就是讲的这一段我们就是用这个连环画式的展示了这么一个图景展示这个图景。这个就是唐僧去觐见这个金池这个长老这个金池长老呢，他是修炼了270年也算是一个老的长老了，但是呢他太贪心想据为己有，结果被这个孙悟空识破了最后呢他想把这个师徒4人烧死放火烧死，结果被救了，而他自己呢在火中被火葬自焚了。那么最后呢这个问题呢最后得到了这个观音菩萨的帮忙，把这个锦兰袈裟又夺回来了。这个主要是讲的这个故事。这边一个故事有意思这是我们的这个师徒4人西天取经回来，路过通天河大家可能很多人，我们青海的朋友就知道了，玉树再往前走就到了通天河了这是在我们的青海那么师徒4人呢返回来的时候又路过通天河，通天河里面有一个这个老鳖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老鳖叫老袁，主动来驮唐僧4人过这个通天河。那么因为呢他为什么要主动呢？就是因为当年的时候唐僧呢曾经答应过他答应过他什么呢？就是他闻得西天佛祖无灭无生，能知未来过去之事，我在此修行1300年，
虽然言寿身轻，会说人话，只是难脱本壳。万望师父到西天，欲我问佛祖一声，看我几时得脱本壳，可得一个人身。唐僧答应他了，我问，其实到最后呢，他没有问，这个当时呢就没有问嘛。回过头来，他急吼吼的要等着这个老猿要等着驮他们过河，问了唐僧说：“所驮之事，你问佛祖没有？”结果呢，唐僧没办法，这个没有问，他一怒之下就把他们师徒四人就扔到了通天河里边。这个事儿呢，丢到这个，而且呢，把经书也失了水，导致晾晒的这个晒经石上很多东西都被撕破这个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那么这个罪过呢，也成了阻碍老猿得道的决定因素。这个就是老鳖他当初修行了1300多年，他最终他是没有搞明白，没有，那么所以他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他永远得不到真的这个我们讲的是佛家的道生。这个呢也是主要是讲的这个故事那么后来我想了一想呢，为什么说这个上面有3个图案呢？其实我们回过来想，他告辞和回到长安城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也同样是这么一个场面。所以它本来是4个开光的，最后那个还是回到了3个这个开光这个图案当中来。其实第一个图案它可以同时再使用那么这件东西呢，就是难能可贵，在用3个图案化的纹饰表现了3组内容，尤其是告诫人们佛家讲求行善，不图回报图回报的善是伪善，不是真善。这个呢一定要告诉大家一定呢人们的追求成功无始终。这个呢就是这个故事本身，也是我们这件瓷器所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西游记》上次我们在拍卖的时候也有一件崇祯7年的一件《西游记》的一个题材。那么这件呢虽然年代晚，但同样也表现了题材，当然表现的内容不一样而已。但是这里边更多强调的是什么？行善积德，不图回报，对吧？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就是这一只瓶所要给我们表现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以这件东西呢也是难得的也是难得的。我看底下有款吗？底下有一个来看一下，底下还有一个款底下用矾红画了一个秋叶款那么我们过去顺治时期有一句话叫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现在呢我们已经这个梧桐叶落，天下皆秋这个也正符合这个时代这个天气。好的，这一件东西呢我们就讲到这儿讲到这儿。我来看看那对盘还有一个红的带耳的金耳的一个管，胭脂红的，胭脂红带金耳的。对，好，来，好，给我一个近景。
给我一个近景。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上面呢，这个一圈，大家注意啊，这个一圈全部是葡萄纹啊，大家注意，全部是葡萄纹，中间也是一组葡萄纹啊，这个呢倒也是比较难得一见的啊，这个纹饰。啊，这个纹饰是比较难得一见的。那么葡萄纹的话呢，在我们古代啊，这个这个春秋啊之前啊，春秋之前，这个西亚地区啊，其实就已经种植和培植这个葡萄了啊，种植和培植葡萄了，而且这些葡萄的话呢，还做成葡萄酒。那么中国的葡萄呢，是在汉武帝派张骞西域啊，建立了丝绸之路，由西亚引进中国的。所以我们就记得有一首诗啊，唐代的王憨《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这个欲饮琵琶马上催。这个叫什么来了？醉卧沙场，这个什么怎么说的那句话？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就是这个葡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啊，其实纹饰的装饰技法完全是按照欧洲人的这种装饰技法啊来装饰的。可是这件东西是什么呢？很显然，看见没有？我为什么要立起来给大家看？这边是一个瘤口，这边呢是一个骨前纹。这个骨前纹和这个口呢，实际上里边是通的。这个中间啊，你看没有？从侧面看，这个盘很厚，实际上它是上下两层贴在一块儿，形成了中间的中空。这种叫什么呀？我们叫温盘啊，这叫温盘。那么再注意，这个两个地方有两个穿啊，两个孔，一边一个。这个当时啊是有两个铁或者铜做成拎起的这个环儿啊，因为端的时候呢，那么端不好看，把它拎起来端啊就比较好。所以这个整体的造型啊，还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造型，只不过装饰的纹饰呢，却不是我们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要求来的。因为这种连续式的这种装饰纹样呢，尽管我们比如说回纹、连续回纹有的啊，这种云驴纹在商周青铜器当中都见过，但是用这种纹饰这么连续的装呢，而且葡萄它也不是我们中国的植物啊，比如说冷冬是我们中国的啊特色，所以冷冬草在装饰纹样当中，在辅助纹饰当中是最常用的啊。但是呢，那个绘画和整体的布局完全中国式的啊，很显然这个东西呢，应该是啊当年外销欧洲的啊，外销欧洲的。那么这是我讲的纹饰的装饰技法。这个呢，请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这个釉，大家注意没有？这个釉上面的这个整体的面呀，完全是波浪的，一点都不平。那么这就是我们过去讲的釉多则青，釉少则白，而白容易产生波浪。所以我们在烧的配釉的过程当中，如果配比不好，虽然你得到了白釉，
但是你的釉面却形成了现在看到的这种状态。它产生的年代是从雍正晚期开始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雍正晚期为什么？因为雍正的粉彩它一定要用白胎的，所以在掌控不好这个配比的时候，它无形当中会出现波浪。那么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下来，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大家注意这个里边的色彩，我们看这个葡萄紫的这个我们用的是胭脂红或者叫西红这个蓝就是用的水青也有一点点像这个蓝料釉。那么再加上墨彩和麻色，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连串的纹饰。口沿这个部位都是描金。那么根据我们观察和研究的结果认为这种东西呢，应该是在乾隆25年左右，大约在什么时候呢？在公元1760年这个时候的这个装饰技法呢，就是用艳绿、胭脂红、赭色、矾红、蓝料、墨彩同绘于一个图案当中。喜欢团花装饰或散点式折枝花卉。大家要注意我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它的年代是在乾隆25年左右采用的这种装饰技法。大家可能没仔细看，其实你要仔细看这个纹饰我觉得还蛮超前的，甚至我们现代的装饰技法也有这样的。可以说乾隆到今天多少年了？也有200年了吧？200多年当中，这种纹饰就已经出现了。200多年以后，我们很多欧洲的瓷器上依然还在采用这种纹饰，所以这件东西应该是比较超前设计的这个图案到今天来看还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雅致非常的雅致。那么这件也是一样我们看一下，你看这件的釉比刚才就好一点，刚才那个波浪密集而这件波浪呢就非常的平缓，就明显的比那个好了很多。你包括看背面也是如此也是如此。但是中间的纹饰呢，金也是保存的比较好保存的比较好。这个呢是这一对我专门把它拎出来给大家讲的，因为它这个装饰纹样是我们几百年前的工匠们设计的，几百年以后我们现在依然在使用，可想而知它的这种延续性，它的这种生命力是非常强的。再一个给大家看一下，给我一个近镜头，这个这个地方有点小修的小磕有点小磕，其他地方没有毛病这两件东西就是这一件上面有这么一个小磕。好，这一对我就讲到这儿。